做的正好。记住，把他送进三皇子府。他心智不全，别让他乱说话。姐姐，你去了皇子府要乖，别给侯府丢人。玲玲，莹莹会乖。傻子就是傻子。萧大人不是不近女色吗？怎会突然成婚？听说原本要娶的是尚书府侄女，怎会大人花轿已到，只是新娘似乎不对。抬进来。这不是侯府那个心智受损的嫡女吗？她不是要嫁给三皇子做侧室，怎么进了萧府？大人，这怕是错嫁了。侯府把一个痴名在外的嫡女送进我萧府，是觉得本官好糊弄。莹莹走错了吗？那莹莹可以回去吗？萧大人，这下可真是娶了个笑话。笑够了吗？你叫什么？莹莹。错嫁之事，本官会查。今夜礼成，明日再议。大人，人已入府，便是萧府要护的人。未查清前，谁敢动他，便是挑衅萧府。现在没有外人了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全京城都说你心智不全，可你刚才看花轿路线的眼神，不像傻。莹莹害怕，大人不要凶。侯府为何让你上错花轿？娘说，莹莹嫁人要听话，轿子晃晃，雨好大。莹莹不知道。你下过轿？莹莹想看雨，就偷偷伸脚脚。撒谎！花轿木板上的记号是你划的。莹莹画小鱼。你若真傻，活不到今日。莹莹不傻，会被坏人打。管家，给夫人安排暖阁、热水、干净衣物。今日进出萧府的花轿、轿夫、媒婆全部查清。是。夫人是莹莹吗？夫人是莹莹吗？人进了萧府，就是萧府夫人。那莹莹有饭吃吗？有。萧大人是好人。大人，属下查到，侯府原本要将苏大小姐送去三皇子府为侧妾，暴雨中花轿错乱，她被抬进了萧府。错乱，还是有人顺势而为？媒婆已不见踪影。查，那夫人呢？看着她，不许伤她。属下明白。侯府、三皇子府、萧府，这一局比我想的有趣。夫人慢些吃。好吃。痴名在外的夫人吃这个就够了。
质不全，吃热饭也是浪费。可是账上写，莹莹今天该吃燕窝粥呀。你胡说什么？你看得懂账？昨天管家爷爷说夫人有月，莹莹听见了。听见又怎样？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，还想管账？莹莹不管账，莹莹只是饿。萧府夫人早膳，就这些。大人，夫人昨夜说想吃简单些，奴婢才不是哦。莹莹说想吃甜的，她说啥？她说莹莹不配。大人，属下这就查。这个上面有字。这是厨房出单，东西确实送出过。东西去哪儿了？奴婢不知道。它袖子香香的，像桂花糕。它袖子香香的，像桂花糕。拖去账房查。是。你竟敢克扣主子饭律！奴婢只是一时糊涂。按府规退赔，逐出萧府，送官备案。萧府不留欺主之人。萧大人，莹莹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没有。可是她哭了。做错事儿，哭也要承担。那坏人哭，不能原谅吗？不能只看哭，要看证据。苏灵莹，莹，你今日很聪明。兔兔聪明，不是莹莹聪明。是吗？大人，侯府二小姐来了，是苏灵莹，说要探望夫人。姐姐，你在萧府可还吃得饱？别像从前一样，连筷子都拿不稳。妹妹别担心，萧府的饭没有毒，莹莹吃的可好了。姐姐自幼心性单纯，若在萧府失礼，还请萧大人多担待。听说苏大小姐小时候连诗书都读不明白，错嫁进萧府倒是好运气。姐姐，你怎么又把东西弄脏了？快向诸位夫人赔不是。明明是妹妹碰莹莹的手。姐姐，你从前犯错也总是这样说。可是妹妹每次碰莹莹之前，手上都有香香粉。上次莹莹吃了你给的糕点，睡了3天。今天妹妹又带了香香粉呢。姐姐胡说什么？有呀，这个味道和侯府小药房一样。小桃，你闻闻。二小姐袖中有药味。我只是随身带香囊。拿来，拿来。既是普通香囊，何必慌？大人，此香囊中有安神药材，虽不伤身，但若长期接触，会使人困乏迟钝。我不知道，是丫鬟放错了。夫君，妹妹以前也常送莹莹香香袋，原来不是因为喜欢莹莹呀。
苏二小姐，以后无事不必来萧府。萧大人，我只是关心姐姐。关心不该带这种东西。原来侯府大小姐这些年不清醒，另有隐情。苏二小姐看着柔弱，手段倒不柔弱。你早知道她相当有问题。香香的东西，莹莹都记得。苏灵莹，你到底记得多少？记得夫君刚才护了莹莹。苏灵莹，她根本没有我想的那么傻。错嫁之事荒唐，本店可以不计较。苏灵莹，你入皇子府做侧室，也算给你体面。我的妻，何须你给体面？殿下，姐姐当初本该入皇子府，如今错嫁萧府，京中议论纷纷。若能妥善安排，也免得两府尴尬。苏灵莹虽然心性不足，但到底是侯府嫡女，入我府中做侧室也不算容易。侧审是什么？是比正妻小很多很多的位置吗？你不懂也无妨，跟本店回去，自有人教你规矩。可是莹莹已经有夫君了，一个人怎么能有2个夫君？那不是乱了吗？萧景渊，这桩婚事本就是误会，你当真要留下一个错嫁之人？花轿入我萧府，拜堂在我萧府，婚书由李属备案，她是萧府正妻，你为一个心智不全的女子驳本店颜面，她是否心智不全，不由流言定夺；她是否体面，也不由旁人。我的妻轮不到外人智慧，我的妻轮不到外人智慧。萧大人何必动怒？殿下也是为姐姐名声着想。苏二小姐若真为她着想，就该先解释香囊一事。好，既然萧大人坚持，本店等着看你后不后悔。本官做事从不后悔。夫君，莹莹想吃那块糕。萧大人就亲自给她夹菜，这错嫁怎么像嫁对了？刚才那句一个人不能有2个夫君，是故意说给三皇子听的。莹莹说错了吗？没错。哼，那夫君还生气吗？我不是生气，那是什么？是不喜欢别人把你当物件。以前大家都这样，以后不会。走上高楼，饮一壶浓烈，细细两宗转他果然会意。珠帘，似许似同我。小姐，救毒又发作了！总会站在你身旁。救毒。像张绣不住满天的月光，你又何必只为我身上？小姐，这毒发的越来越频繁，侯府那些人还不肯放过你。嫁进萧府前，还在您的安神汤里加药。别慌，只是药性反扑，压得住。这10年，您一直装作心智受损，就是为了避开他们继续害你。可如今您已经嫁进萧府，为什么不告诉萧大人真相？萧京深是巡抚，心思深，手段武。他护我，是因我是萧府正妻。可真相一旦说出，侯府
三皇子府、萧府都会卷进来。可他今日护了你，所以我更不能轻易把他拖进泥潭。大人，要进去吗？小姐，你太苦了。活着就不苦，活着就不苦。等查清母亲旧案，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我就不用再装。那萧大人呢？漂亮大人太聪明，得防着。防着我？大人，属下查到，夫人幼年确曾突然生病，之后便传出心智受损。侯府就医者3年前离府，去向不明。继续查，尤其是他母亲和兄长的死因。大人要帮夫人，她是萧府正妻，查清她身上的旧事是萧府该做的。只是因为正妻，属下多嘴。苏灵莹，你到底藏了多少事？小姐，这是柳氏以前逼您吃的那种药。夫人，这是侯夫人特意送来的补药，您从前最爱吃。吃了这个，莹莹就会更乖吗？我家小姐如今是萧府夫人，药入口前需先经萧府府医验过。小桃姑娘说笑了，这可是侯夫人疼爱大小姐才亲手配的补药，大小姐从小吃到大，哪能有问题？苦苦的，像坏梦。夫人从前最听侯夫人的话，快吃一颗，侯夫人知道了也安心。萧府夫人的药，何时轮到侯府下人来问？萧大人恕罪，奴婢只是奉侯夫人之命。验药。大人，此药中有安，少量服用会使人困倦迟缓，长期服用会损心神。不可能，奴婢不知道。夫君，他们以前每天都说莹莹吃了药才乖。奴婢只是送药，不知药性。嬷嬷骗人，你袖子上也有这个苦苦味儿，你是不是也装了一包？与药丸同源，将人送去京兆府备案，药丸、药粉、供词全部封存。萧大人饶命，奴婢真的只是奉命。那就去官府说清是谁的命。从小吃到大，莹莹不记得，莹莹只知道吃了会睡好久。苏灵仪，你当真不记得？夫君又凶。我不是凶你，以后侯府送来的东西一律不许入口。夫君给的糕可以吃吗？可以。周嬷嬷被送官了，萧景已经真护着她，不能让她继续留在萧府。她若恢复清醒，当年的事就藏不住了。三皇子也不甘心错嫁之事，或许可以借皇子府的手。一个错嫁的女人，也敢让我丢脸？我的玉镯不见了，一定是他拿的。可是这是姐姐刚才自己放进莹莹手里的呀。
姐姐性子单纯，若做错什么，还请诸位担待。苏二小姐真是心善。苏夫人，这镯子好不好看？亮亮的。我的传家玉镯不见了。苏夫人，你若喜欢，可以说，怎能直接拿？你胡说，是你自己给我家小姐的，谁看见了？萧大人，此事虽小，却关乎萧府理念。这个不是传家的，传家的东西怎么会有腥气味？还有这里线线都没磨平。刚才姐姐拿镯子的时候，指甲上沾了红红的纸片，现在还在呢。我只是刚拆了盒子。那姐姐为什么说是传家呀？传家不是传很久很久吗？传家不是传很久很久吗？这镯子像是新买的，她这是故意栽赃。姐姐心性简单，许是乱说。玲玲也知道这个镯子吗？刚才是你让她来找莹莹玩的。够了，不够，去查这玉镯出自何处，谁买的，谁带进府。大人，玉镯是今早从宝珍阁买来，付款人是苏二小姐身边的丫鬟。我不知道，定是丫鬟自作主张。苏二小姐身边的丫鬟倒是总爱自作主张。夫君，莹莹没有偷。我知道，萧府夫人不容无证无密。今日之事，涉事者向夫人致歉，此后不得再入萧府宴席。苏夫人，是我失言。那你以后不要乱丢镯子了哦。你不是不懂玉，是不想懂给别人看。苏灵莹，选一个好看的。这个凉凉的，像月亮。夫君找莹莹玩，选玉，3块里选你喜欢的。恍然之间，时间总是停止，那些过往纷纷吹落在船上。这个好看。为何？摸起来凉，不咬手。玉还会咬手？假的会。究竟是谁的过失？好像无从可知。那这幅画呢？这个字写错了。识字。兔兔识字。那让兔兔读一遍。兔兔困了。兔兔困了。苏灵莹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越装，破绽越多。破破的东西，补一补就好了。你在侯府，也一直这样补自己的破绽。侯府不好玩。萧府呢？萧府有热饭。喜欢就拿着。给莹莹。小姐，您刚才太险了。他在试我，那您为何还拿真玉？因为我若故意拿错，他更会怀疑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让他怀疑，但不要让他确定。大人，夫人确实不简单，不简单才活得到现在。要继续查吗？查侯府旧医者。大人，侯府旧医师找到了，但他说夫人幼年中毒，与苏二小姐有关。
苏大小姐不是天生心智受损，是被人长期下药。她还活着。 10年前，苏灵莹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老夫当年是侯府外聘医者，苏大小姐7岁时曾突然高热昏迷，醒来后，侯府便对外说她心智受损。实情呢？实情是，她体内有慢。那药不致命，却会让人困倦迟钝，久而久之，像是心智不全。老夫本想告诉老侯爷，可柳夫人找到我，给了我银子，又拿我家人威胁，老夫怕了，连夜离京。药从何来？药方出自侯府内宅，老夫只见过一次，是二小姐身边丫鬟送来的残渣。可有证据？老夫这些年良心难安，一直留着抄本，药中几味正与近日送进萧府的药丸相合。你愿作证？老夫愿意，只求大人保护我家人。萧府会护证人，你若所言属实，官府会按律处置。听够了，苏灵莹，出来。夫君叫莹莹，到这一步还要装？大小姐，老夫对不住你。你是对不住。你是对不住。但你今日肯说实话，还来得及。你终于肯承认了。萧大人既查到这里，我再装，反倒不尽你的本事。为何装了10年？因为7岁那年，我母亲病逝，兄长落水，所有真心护我的人，一个个没了。我若不装神，下一个没的就是我。以后不必一个人撑。莹莹困了，又装。习惯了。小姐，萧大人会帮我们的，对吗？他会查真相，但我不能全靠他。那你要怎么做？先让侯府知道，我还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苏灵莹。求医者被萧敬言找到了，不行，不能让他开口上堂。把人带走，别让他进官府作证。哎呀，马车走错门啦，这里是萧府。萧大人，老夫若上堂作证，侯府不会放过我家人。你家人已由萧府暗中安置，你只需说实话。停下！小姐，兔兔不听话，跑到马前面了。大人，是侯府的人。带下去，
交京兆府问话，银票封存。我们只是来接老先生回府问诊。问诊为什么要捂他的嘴呀？你刚才故意让马停下。不是莹莹，是兔兔勇敢。兔兔倒是比人聪明。夫君夸兔兔，兔兔开心。证词已录，待案情汇总后，可正式传侯府问询。大小姐，老夫今日总算能赎一点罪。赎罪不是贵物，是以后别再替恶人沉默。夫君，莹莹说的对吗？对。苏灵莹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？她是不是假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萧京已经开始查侯府了，那就让他没空查。你想做什么？三皇子一直忌惮萧京，说让萧京卷进朝堂旧案，他还能护谁？萧京渊贪墨朕淫，这个罪名够他毛了。萧京渊借巡抚之职，私吞朕银3万两。证据拿出来。这是朕银调拨账，银两驻了巡抚衙门，却未送到灾县。萧大人向来铁面，怎会出这种事？账册都在，怕是难说。大人，这账册有官印，印是真的，账未必真。萧大人，若账册无误，此事事关百姓，不可轻纵。殿下倒是来得快。本殿关心民生。啊！夫君，莹莹给你送糕。公堂之上，岂容妇人玩闹？哇，好多小子！这个银怎么从春天跑到冬天了？春天跑到冬天？这里写3月出银，后面盖的是腊月印。银子走路好慢哦。大人，确实有日期不合。还有这个字，前面胖胖，后面瘦瘦，不像一个人写的。这账被人补改过。萧大人莫非想用夫人童言推翻证据？莹莹只是觉得小字乱跑。童言未必无局，账册封存。本官要求重验笔记，调取原始银票。萧大人这是拖延，查清真相不叫拖延。刚才那些破绽，你一眼看出来的。小字自己告诉莹莹。苏灵莹，今日多谢。夫君请莹莹吃糕就好。大人，原始银票不见了。原始银票被人提前取走，线索断了。没有银票，那就找银子走过的路呀。若无原始银票，只凭被改过的账，难以证明萧大人清白。查库房的人说，银票昨夜被调走，手续齐全。谁调的？户部小吏已经失踪。又在画兔子。
兔子找窝。你怎么知道万通钱庄？账上有小印印呀，像一朵花。大人，镇银调拨账边角确有万通钱庄的按压印。若银票不见，可能是改走钱庄兑银。城南米行又是何处？莹莹上次坐花轿路过，闻到好多米味，那里有很多马车，车轮印和今天账盒上的谜一样。大人，确有城南红泥。大人，确有城南红泥。玄一，带人查万通钱庄和城南米行。是。你早就会查账。兔子会找窝，莹莹会找兔子。奖励。夫君不问了。等你愿意说。找到了，这银箱为何在米行？因为有人想让镇银绕开巡抚衙门，再栽回大人身上。站住！大人，线索指向三皇子府。萧大人，今日若还拿不出证据，便请交出巡抚印。证据来了，殿下认得这个箱子吗？镇银失踪，萧大人主管巡查，难辞其咎。萧大人若清白，自然无需怕查。镇银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在城南米行。米行与萧大人有何关系？与本官无关，却与万通钱庄有关。而万通钱庄的兑银批条，盖着三皇子府别院私印。萧景渊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乱说。殿下别生气，生气脸会歪哦。米行掌柜已供认，有人让他暂存银箱，再伪造账册指向巡抚衙门。供词未必可信。镇银调拨账中多处候补笔记，经核验，候补之人正是户部失踪小吏。该小吏昨夜已在米行被找到。小人是受人指使，调走原始银票，补改账册。小人不知道会牵连巡抚大人。谁指使？你敢攀咬本殿！小人只见过别院管事，不敢妄言殿下之情。此案牵涉皇子府别院管事，请交三司复核。镇银即刻归库，发往灾县。此事本殿自会查清。那殿下要查快一点哦，百姓等银子买粮呢。多谢萧大人查明真相。不该谢我。莹莹什么都不知道。苏令莹必须离开萧府。错价之事，本殿宽宏不追究。
苏令影仍可入皇子府为侧室。殿下是没人嫁了吗？萧大人，灵影本就该入皇子府，如今阴差阳错，若继续留在萧府，与理不合。姐姐心性单纯，不懂婚事轻重。我们做家人的，总要替她安排好。她已经是萧府正妻，一个错嫁来的正妻，萧大人倒护得起。我萧府的婚书已备案，拜堂礼成。殿下若有异议，可请李属复核。李属自然会给本殿面子。苏令影入皇子府做侧室，侯府、皇子府、萧府三方颜面皆全。侧室又是那个小小的位置吗？姐姐，那也是殿下恩典。那玲玲这么喜欢恩典，玲玲去啊。姐姐莫要胡言。莹莹不去。萧府有热饭，有糕，还有夫君。皇子府听起来像冷饭。苏灵英，你可知拒绝本殿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不想嫁一个把我当赌错物变的人。意味着我不想嫁一个把我当赌错物变的人。莹莹说的不对吗？说得很对，殿下听清了，他不愿。他心智不全，他的话不能算数。愿不愿意，不因聪慧愚弱而失效。他是人，不是你们可以调换的物件。送客。萧大人，灵英是侯府女儿，从她进萧府门那日起，她已是我萧金渊的妻。你会后悔。莹莹不认识后悔。刚才那句话是真心。哪句？萧府有热饭，有糕，还有夫君。兔兔说的。小姐，你怎么吐血了？小姐，救毒压不住了。传府医，封东院，谁也不许惊扰他。小姐，您别再吵了，别哭，我还醒着。别动，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。大人，夫体内旧毒沉积多年，近日情绪起毒，又频繁用针压毒，才会反噬。你一直自己压着。莹莹滚！苏灵影，别装了，疼就说疼。小姐7岁中毒，每逢月圆都疼。姑父说她是犯傻，根本没人管。府医，解法需先稳脉，再慢慢清毒，急不得。若有当年原药方，能快些。大人，救医者留下的抄方在书房，取来。哭？喝完有蜜饯。你哄小孩？你不是一直装小孩？
水落花纷纷，烽火阑珊，对酒上温，我饮一寸。别告诉侯府，我毒发。为什么？他们会知道，我快撑不住。有我在，他们不会再有机会。预言了心底的字，只叹一瞬，何日可重温？偏偏月牙里分，爱也伤感，失去了分寸。热血带不得重生。大人，侯府那边要不要动？不急，我要他们自己露出全部破绽。苏丽莹昨夜东院封门，她是不是毒发了？玲莹是我女儿，她病了，我这个母亲必须进去看。让他们进来，玲莹也想看看谁最怕我病。小姐，您真要见他们？他们不来，我怎么知道侯府下一步想做什么？你身体未稳，萧大人不是要证据吗？证据自己上门，不能不守。我在外间，怕我吃亏？怕你又一个人撑。玲莹啊，母亲听说你病了，心都碎了。姐姐，你可吓坏我们了。母亲怎么知道莹莹病了？萧府没有告诉侯府呀。母女连心，母亲自然担心姐姐。母女连心好厉害，比萧府管家跑得还快。姐姐，这是你从前最爱吃的蜜饯，喝药苦，吃一颗吧。这个香香的。是啊，快吃一颗。玲玲先吃。玲玲先吃。玲玲吃了，莹玲就吃。你不是说好吃吗？为什么不吃？玲玲早上吃过，不饿。府医验。大人，蜜饯中加了会扰乱药性的药粉，虽不伤命，却会让夫人轻毒进城，大受影响。这不可能，定是下人弄错了。母亲，从小到大，您身边的下人总是弄错，错药、错饭、错花家。密饯封存。侯府再送可疑物入萧府，本官会直接呈交京兆府。不能再等了，他再清醒下去，当年的落水案也会被翻出来。当年苏家大公子不是失足落水，是有人推了他。你看清是谁了吗？大人，此人当年在侯府别庄渡口撑船，苏家大公子落水那日，他在附近。大小姐，老汉对不住苏家公子，那年我怕惹祸，没敢说。说。那日下着小雨，苏公子在渡口等人，老汉看见二小姐身边的丫鬟，把她引到桥边，后头又来了一个少年。少年，像是侯府旁支的少爷，两人争执。苏公子说要告诉老少爷，说大小姐的药有问题。那少年慌了，伸手一推，苏公子便落了水。大公子原来是因为发现小姐中毒。为何现在敢说？前几日有人找老汉给银子让我离京，我才知道当年的事又要被翻出来了。老汉良心不安，就来投萧大人。
这是老船夫当年捡到的，木牌上有侯府旁支苏城的名字。苏城如今何处？在侯府庄子管事，替柳氏打理田产。他活得到安稳，你想怎么着？不能直接抓，柳氏会推说是旁支私怨，所以让苏城自己以为柳氏要折了他，他怕了，自然会开口。你布置，我配合。萧大人不怕我利用你？你若是为清白和公道，我愿被你用一次。说得好听，也可以做得好看。落水暗江茶，柳氏已备好弃词，他要让我顶罪。苏城，萧大人请你喝茶。大小姐，你不是傻了吗？大小姐，当年我只是奉命行事。奉谁的命？害我兄长。你一直在装。我问你，奉谁的命？苏城，旧案已有人证、物证，你现在说是从轻说明，不说，等京兆府审，你就没机会解释了。这木牌是兄长落水那日留下的，你以为河水带走了一切，可有人看见了。我看见你推了苏公子，我不是故意要害他，是柳氏让我盯着苏公子。苏公子查到大小姐药中有异，要去告诉老侯爷。柳氏说不能让他开口。大公子那时才15岁，我一时慌了，只想拦他，失手把他推下去。后来柳氏给我银子，让我去庄子管事，具体的我不知道，记录供词，明日送京兆府。苏城暂由萧府看护，防止串供。难过就哭，不必忍。我忍了10年，不差这一晚。可从今往后，你不用一个人忍。萧金远，你为何帮我到这一步？起初是因为你是萧府正妻，现在是因为我想。我不需要怜悯，不是怜悯，是敬重。他若开口，我们全完了。那就让苏灵莹没机会把供词送上他。他的旧毒还没解，只要让他再发作一次。夫人，请用汤。这汤和侯府的梦一样苦。有问题？汤不乖。既然夫人不喜欢，撤下。这汤是厨房特意给夫人补身的，若不喝，你很想莹莹喝呀。府医。大人，汤中有扰乱夫人清毒药性的药粉。不通，奴才不知道，奴才只是端汤。那这个呢？
刚才从你袖子里掉出来的。大人，银票出自侯府外帐，谁给你的？是侯府二小姐身边的人，他说只是让夫人睡久一点，不会出事。睡久一点。我家小姐差点被这些药害了一辈子。我家小姐差点被这些药害了一辈子。你可以怕，但不能因为怕就害别人。人证、药物、银票全部送京兆府，小厮如实作证，按律处置。萧大人，你刚才怎么不问我？怎么知道汤有问题？你想说，自会说，我不逼你。我7岁那年，第一次喝到这种味道，是我母亲病逝后的第3天。我想查我母亲的药案。我陪你查。侯府柳氏苏玲玲明日到堂问话。大人冤枉，林莹是我亲手养大的，我怎会害她？大人，姐姐自幼心性不稳，常把梦话当真。她如今被人挑拨，误会母亲和我，实在令人心痛。苏大小姐，你可要亲自陈述。莹莹记不清好多事。大人您看，她本就记不清。可是莹莹记得，药苦苦的，吃完会睡很久。玲玲送的香囊也是那个味道，母亲送的蜜饯也是那个味道。传证物。这些药物药性同源，长期服用却会使人精神困倦，反应迟缓。我们只是给她安神。林莹从小胆小，夜里哭闹，侯府才请医者开药。大人，老夫当年诊出苏大小姐体内有慢性药物残留，柳氏不准老夫上报，还逼老夫离京。他胡说，他受了萧府好处。证人家人由官府看护，证词由京兆府记录，与萧府无关。传苏城。苏家大公子落水案，你昨日所供是否属实？苏城，你已怕了他10年，还要再怕一辈子吗？大人，属实。当年苏家大公子查出大小姐药中有异，柳氏命我盯着她，我失手推她落水。事后柳氏给我银子，让我闭嘴。人！都是苏城胡说，跟我无关。那你为何3日前派人给他送银，让他离京？信中有苏二小姐私印，证据暂存。本案牵涉侯府旧案，明日继续审理。柳氏、苏玲玲不得离京，随传随到。侯府大小姐原来不是天生糊涂，是被人害的。太可怜了，装了10年才活下来。今日可还撑得住？我撑了10年，只差最后一步。最后一步，我陪你。
明日若再审下去，我就完了。必须让苏灵莹闭嘴。苏夫人当年不是病重难医，是药方被人换过。换药的人是谁？当年侯府夫人生产后体虚，原方只是温补，后来柳氏身边的嬷嬷拿来一张新方，说是侯府内宅吩咐换药。新方有什么问题？新方中几味药相冲，短期看是虚弱，长期服用会耗损元气。夫人那时一直说累，原来不是病，是被换了药。当年为何不说？柳氏长了侯府内宅，小人一家都靠药铺吃饭，小人不敢。如今敢说了。这几年小人良心难安，留着旧账，就是盼有一日能说清。大人，属下从侯府旧库查到夫人当年药渣分存，药渣与掌柜所说新方吻合。药方、药账、药渣三证相合，足以重开你母亲药案。我母亲那时还牵着我的手，说等她病好，带我去看灯。明日上堂，我要自己问柳氏。好。你不劝我休息？你等这一天太久了，我不会来。萧荆州，你这样我会不习惯。那就慢慢习惯。他们查到药房了。母亲，若母亲出事，我怎么办？你慌什么？当年许多事是你身边人做，母亲要推给我。你若想活，就按我说的做。母亲既然想舍我，那就别怪我先舍了她。大人，药方是玲玲身边人换的，我这个做母亲的也被蒙在鼓里。母亲，你要让我顶罪？大人，我只是侯府内宅诸事繁杂，玲玲年纪小，被身边恶奴带坏，我也是今日才知真相。母亲，当年是你说，只有苏玲倒下，我才能成为侯府下最受宠的女儿。苏静，他们开始互咬了，还不够。柳氏，你说换是苏玲玲身边人怂，那我问你，母亲病逝那年，苏玲玲才几岁？回大人，苏二小姐当年6岁。一个6岁的孩子，如何调动侯府药房？如何更换主母药方？如何让掌柜和医者闭嘴？你若说是下人作恶，那为何药房支银单上是你的内宅私印？大人，支银单确是柳氏私印，印章被盗，那这封信，信中写着：旧方太慢，新方需连服3月方可见效。落款是你柳氏亲笔。大人，我可以作证，母亲当年确实换过药，还不许任何人靠近主院。你这个逆女！你也不用急着撇清，兄长落水案，我的药你参与多少？证据会说。
柳氏涉嫌更换药方，隐瞒实情，证人暂押候审。苏玲玲牵涉苏大小姐救毒案，继续问查。装了10年，真狠！我不是狠，我只是活下来。侯府这内宅比戏文还可怕。苏大小姐装了10年，才等到今日，真不容易。你今日不再装了。装得太久，也该让母亲和兄长看见。我还站着。苏家要斗，不能牵连到本店。把当年婚约文书处理干净。烧了他，谁也证明不了当年婚约是怎么改的。可惜，我来得比火快。殿下的人夜闯李署烧文书，小人只是整理旧档，不慎失火。原来我不是一开始就被安排做侧室。侯府和三皇子府合谋改了婚约。萧大人，此事下官不知。你知不知？明日上堂说。萧大人，三皇子只是为保皇室体面，苏大小姐当年传闻不清醒，怎能做正妃？所以你们一边嫌我不清醒，一边又想用我的嫡女身份做侧室。所以你们一边嫌我不清醒，一边又想用我的嫡女身份做侧室，替三皇子稳住侯府。我不是你们想高就高，想低就低的筹码。这份文书，明日一起呈堂。你要把三皇子也拉进来？不是我拉的，是他自己站在局里。苏灵仪真以为嫁进萧府就能和本殿作对？殿下，若文书呈堂，您与侯府当年的往来会被查。那就反咬萧敬轩，强留错嫁之女，借苏家旧案打压皇子府。可萧大人证据在手，证据再多，也压不过皇室颜面。萧敬轩借婚事插手皇子府内务，请陛下明察。萧敬渊强留错嫁女，借内宅私事搅动朝局。臣女今日不为内宅私事，只为还自己一个清白。苏灵莹，朝堂不是你胡闹之处。殿下放心，今日我每一句话都有证据。准他陈述。臣女苏灵莹，侯府嫡女，7岁中药，被传心智受损，母亲药方被换，兄长因查药案落水身亡。侯府柳氏、苏玲玲等人已有供词与证物，经诏府可查。回陛下，确有药方、药渣、证词、旧账，案件正在审理。至于婚事，李署文书在此，臣女原为三皇子正妃候选，后被侯府以虚假病名降为侧室备用，错降萧府后，萧大人未强留，是臣女自愿留在萧府。你心智有损，如何证明自愿？殿下今日还要用他们害我的结果来否定我的选择吗？我装了10年，是为了活命，不是为了有朝一日继续被人当成没有意志的物件。回陛下，文书属实，且三皇子府管事昨夜试图焚毁旧档。三皇子，你可知情？儿臣不知，定是下人擅作主张。皇子府管事擅焚李署文书，仍是你管教不严。
苏灵莹，既然你今日清醒陈述，朕问你，你可愿继续留在萧府？臣女愿意，不是因为错甲，也不是因为无处可去，是因为萧京渊尊我、信我，没有把我当物件。既如此，萧府婚事有效，苏家旧案，京兆府继续查，隶属文书案交三司复核。是。你今日不再装了，我已经站到朝堂上，再就没意思了。以后想装也可以，累的时候不必纵。那萧大人记得给我背纲。这一辈子。既然他什么都拿回去了，那我就让他最在意的人出事。小桃姑娘，大小姐母亲旧物在我手里，想要就一个人来。苏灵莹最在意的，就从她下手。小姐，信上说有夫人留下的旧物，还说只能奴婢一个人去。假的，我母亲写信从不用这种纸，她的旧物若真在别人手里，对方不会只找你。苏玲玲，她知道自己快保不住了，想用小桃逼我乱。小姐，都是奴婢拖累你。你不是拖累，你是我这些年唯一没放弃我的人。是，按他信上说的地点布控，不惊动百姓。小桃姑娘，跟我来。夫人旧物呢？旧物，苏灵莹想要什么，我偏不让她如愿。二小姐，你已经错了这么多次，为什么还不收手？错的是她。若没有她嫡女身份，侯府最尊贵的女儿，本该是我。小姐从没抢过你的，是你们一直抢她的东西。苏玲玲，够了！你算计我！你把小桃当我的软肋，我便让你亲口说出心里话。方才所言已有见证，那又如何？我不过说几句气话。你不是输给我，是输给贪心。你想要身份、婚事、宠爱，却从没想过靠自己去挣，只想毁掉别人。凭什么你生来就是嫡女？生来如何，我无法选择，但害人是你自己选的。苏玲玲涉嫌旧毒案，妨碍证人，设局胁迫，带回问话。小姐，你吓死我了！以后不会再让你替我担惊受怕。萧大人，柳氏认罪了，但他说，当年侯府还有一份真正的嫡女嫁妆账册。这是袁夫人留给大小姐的嫁妆总状。原来不止命，他们连我母亲留的东西也吞了。按柳氏供述，暗格在东墙第3层。撑得住吗？撑得住，账比人老实。灵莹，
当年家中事务多，我并不知柳氏私动你母亲嫁妆。父亲不知道母亲病中患药，不知道兄长落水有疑，不知道我10年吃药，也不知道嫁妆被动。那父亲这些年到底知道什么？冷漠也是一种纵容。袁夫人嫁妆中，3间铺面，2处田庄，1批金银器骨，均被私自转入柳氏名下，或补入侯府公账。那些东西我不知情。你身上的首饰有3件出自我母亲嫁妆箱。大人，图册上有纹样对照。全部请进。按律归还。苏灵莹名下铺面田庄涉及非法转卖所得，追捕。灵莹，是父亲亏欠你。亏欠不是一句话能补。侯府欠我的由账补，欠我母亲和兄长由律法判。说得好。原来苏大小姐这些年不是痴傻，是被害惨了。还能这么冷静讨公道，真不容易。小姐，你还会回来吗？回。等这里挂上我母亲和兄长清白文书的时候，我再回来。苏家就案，明日公定案。苏家旧毒案、药方调换案、落水救案、嫁妆侵占案，今日合并定案。我等这一天等了10年。柳氏利用长家之便，长期以药物影响苏灵仪身体，私换袁夫人药方，侵占嫁妆，证据俱全。苏玲玲参与藏药、送药，妨碍证人，证据俱全。苏承志苏家大公子落水身亡，虽称尸首，亦当按律严办。我认，我只是想活得比他好一点。想活得好，不该靠害别人。灵莹，父亲愿教诲你母亲所有嫁妆，也愿为你母亲和兄兄立清白文书。那就请父亲记清楚，清白不是侯府赏的，是证据还回来的。柳氏、苏玲玲、苏成等人移交刑部复核，按律惩处。侵占嫁妆全部归还苏灵莹，非法所得周缴。苏家袁夫人与大公子恢复清明，立文书存档。小姐，夫人和大公子终于清白了。母亲、兄长，灵莹没有我。回家吗？回哪个家？你愿意回的那个。那回萧府。恭迎夫人回府。不是错嫁来的，是堂堂正正回来的。苏灵莹，旧账已清，现在我想重新问你一次，愿不愿意嫁我？上一次是错嫁，这一次我想明媒正娶。
萧静渊，你想娶的是莹莹，还是苏灵莹？都是你。那个装傻的莹莹，软弱，怕疼，爱躲。真正的苏灵莹，会算计，会防备，也不一定温顺。我从未想要一个温顺的人，我想娶的是那个在公堂上为自己讨清白的苏灵莹，是那个装憨也能护住小桃的苏灵莹，也是那个疼了会说疼，苦了会喊苦的苏灵莹。我不会依附你，我也不想你依附我，我只求你愿与我并肩。夫人会答应吗？大人准备了3日糕点，应该能成。玄一，你声音很大。这不像婚书，像什么？像保证书。那定当保证书。我有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我要开一间医馆，专治女子救急，也收留无处可去的弱女学医。我出铺面。第二，我母亲嫁妆里的铺子仍归我自己管，本就该归你。第三，往后若我想继续查案，不许拦我。不拦，但要带我。萧大人，这条件听着像你占便宜。我确实想占一辈子。你答应了？这一次不是错价。是2元。陛下有旨，赐萧经渊、苏灵莹择吉重婚，加其亲政相守。从前他错入萧府，今日是我求他入我余生。这一次我自己选。山风拂过你那心枝桠，当初都笑他痴迷在外，谁能想到他才是最清醒的人。萧大人也是真护他。男人才能那些归家，渡口遇难又生了百花，真陪他入黑。小姐，您今日真好看，终于不用装了，以后也不用了。就要出发，水无暇，山月牙，叹气自慢慢发芽。风吹过他的坟土，让我牵挂。一笔一画，描摹他眼中的天涯。尘飞的已成。萧大人，韩萧大人，漂亮夫君。苏大夫，多谢您愿意收留我女儿学医，学一门本事，日后便多一条路。苏大夫，巡抚衙门有桩药铺假账案，想请你看看。萧大人，这是公事还是私事？先公事，后接夫人回家吃饭。
放下，人也留下。萧大人如今端茶递糕，很熟练。夫人教得好。苏灵莹，谢谢你愿意信我。其实一开始我谁都不信，现在呢？现在我信证据，也信你。